亲中路线是在绑架国民党，你讲反了吧？9·2共识本来就是国民党路线，从来没有变，然后去挑拨国民党的内战。马英九政府那时候你跑了8年，你自称你了解9·2共识一中各表，现在你说9·2共识没有一中各表，这2句话不就自己打自己了吗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是受到中共的恶意打压，中方外交部跟国台办回应说，世界上早已不存在中华民国总统，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，没有什么总统。这样谈话证明了中国的9·2共识就是一个中国，没有中华民国各表的空间。所谓反台独，反的就是台湾主权独立，反对台湾民选总统出访友邦。因为此刻台湾根本就没有修宪独立改成台湾共和国，中国就已经文攻武吓、军演加外交打压，完全不给中华民国活路，企图消灭中华民国。对内竞争，对外团结。很佩服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说了一个忠诚这一党该说的话啊，括号对国家忠诚，不是对总统或执政党忠诚。台湾的9·2共识是一中各表，中国的9·2共识是不让你活。透过这次打压，清楚确认所谓9·2共识根本不存在一中各表，根本就没有中华民国。伟汉直接拿9·2共识来开刀啊！不认同他的看法。9·2共识简单讲就是各说各话嘛，讲白就是这样。我们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，我们跟大陆同属一个国家。那大陆的9·2共识当然根据他们的一个中国原则，所以如果在台湾一直吵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9·2共识没有包含中华民国，我是觉得很无聊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错问题，拿错方向。更重要的是，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之后，46%的民众支持用9·2共识来跟对岸谈，表示说我们台湾人去年我记得美丽岛还是哪一个民调也是做到49%，还有一个民调超过50%，所以我可以用最简单的，从赖清德做了快2年的总统，历经了郑丽文主席访问大陆，无论是怎么样，台湾至少有一半的人认同用9·2共识来跟大陆交往交流，让两岸和平。所以我觉得都再去质疑9·2共识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9·2共识不管它是内容是什么，我相信一般的老百姓也不在乎它内容是什么，可是它有用，对，它可以跟大陆交往，它给了大陆跟我们空间。我甚至去习近平从头到尾讲的就是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他把9·2共识格局拉高到说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有什么事好商量。那当然他讲的也很明确，有些人听得很刺耳，大陆的军事演习、军事行动是针对台独，不是针对台湾民众，这是他讲的。所以对我来讲，9·2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以外给两岸之间交往的一个空间。我常常讲，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这个从中共18大以来，习近平就任以来，他重要的文件讲，他都是讲一个中国原则与9·2共识。如果所谓9·2共识就是台湾大陆的一个中国的话，那为什么他要把它分开讲？并列代表说这是不同的东西。所以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他们的一中原则，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。与9·2共识代表说，这是他们愿意给两岸跟台湾的一个空间，我们解释成一中各表。他们不会来承认的，也不会来否认。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世界上，当然司法定理这件事情，很多刚刚世修讲了，有一些中间选民可能会有一些情感上的伤害，可是这跟9·2共识并没有关系，这是你赖清德团队出了问题，这是你赖清德还是执意走台独路线，在还没有出发就在那边大声喧哗说要去破除一中论述。说实话啦，这个东西有意义吗？而说实话，就像郭正亮哥讲的，你没有那个实力，你在那边破除什么东西？所以我不认同把9·2共识贬低成说是什么消灭中华民国。对不起哦，有快50%的民众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，这是我的观点。来是哟。每次黄伟汉讲到9·2共识这一题，我就要特别感慨一下，尤其是今天旭晨在，因为其实黄伟汉不是第一次攻击9·2共识，这个就是2019年蔡英文把9·2共识扭曲成一国两制的手法。9·2共识原本的意涵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两岸之间不去争论中国是哪个中国，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意涵嘛，彼此间不争嘛。好，那当然对我们台湾这边，我们讲一中各表，就是你表你的，我表我的。好，你可以去对你的邦交国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可以对我的邦交国表中华民国。但是当我们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互不称国与国。哦，所以这包括像有一些人就说什么啊，中华民国被消灭啦，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啦，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。你不要以为用嘴嗨说什么中华民国已经被消灭了，这个好像很秋，这个说法其实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。因为如果中华民国已经被消灭了，那不用统一啊，根本没有统一的问题啊。所以也没有统一这件事情啊，所以你是不是反统一？你是在否定统一？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两岸之间，台湾跟大陆官方的共识是什么？我再想想，是官方的共识，就是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不互称国与国。我面对面的时候，我这边我不自称中华民国。
同样的，即便是习近平在我眼前，他也不能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，尤其不管是这次的郑习会、之前的马习会、洪习会、朱习会，每一次两岸的领导人会面的时候，都是把自己的国衔给藏起来。对，而且我们互相称，比如说那时候马习会的时候，他称呼马先生、习先生，顾生先生，对不对？那不然就是用党的称呼，对，比如说郑丽文主席，跟习总书记，对不对？都是用党对党的，不可以是国与国，因为两岸之间不是国对国，对不对？当然不是国与国。所以我就很感慨啊，9·2共识这件事情是历经了从马英九总统执政2008年到2016年，这个词当然是2000年的时候舒淇老师提出来的，他发明的，他是总结了9·2共识、9·2会谈这件事情的具体内容。他本来想提供给陈水扁政府用，但民进党政府不买单，而且还把它斗臭。对，斗臭了。8年的这个烽火外交之后呢，2008马英九当选总统，他上台就是恢复了这个两岸的和平交流，主张的就是9·2共识。那我要说的就是，你黄伟汉当年就是靠跑马英九总统府记者起家的、升官的、飞黄腾达的，你有今天这个地位，是靠马英九让你爬起来，是吧？我觉得如果你去翻开媒体的历史的话，你黄伟汉有今天在媒体资深媒体的地位，那无论是各表还是不表，总之两岸都有一个默契，就是不在此时此刻争中国这个政治意涵，我们就搁置中国的争议嘛。到底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先不用谈，所以根本就不会被强调啊。对啊，你强调干嘛？那你还干嘛搞一个9·2共识呢？对啊，不是搞笑吗？你搞9·2共识，你就是要搁置争议。对啊，所以各表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放下这个争执，你回家自己表，见面不要表，见面不要。所以刚刚我打了一个说9·2共识就是不要吵架，不要打仗，因为见面如果不吵，那就没事了，不是吗？见面只谈一个中国，所以叫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嘛。是啊，是不是这个概念是这样来的？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，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中方表示高度赞赏。事实十分清楚，世界上早已不存在所谓中华民国总统。国台办也开记者会，讲法一模一样。我再次重申强调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没有什么总统。两场记者会都告诉大家，中华民国总统根本不存在。我们台湾的9·2共识叫做一中各表，我完全理解，我采访这么多年。而所谓一中各表，就是世上只有一个中国，我们是中华民国，对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对岸是打压的。所谓一中各表根本就不存在嘛，9·2共识根本不存在一中各表，9·2共识根本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，越来越少人愿意接受用9·2共识跟中国大陆互动的最大原因。他最后一句话是说，台湾现在越来越少人认同这个用9·2共识去交流这件事情嘛。可是最新的这个 TVBS 民调做出来，刚好打脸黄伟汉，40%多的民众支持以9·2共识去跟对岸交流，那反对的大概是30%多，那剩下大概2%多不表态。所以你光看就是有表态的部分，40多比30多，至少多数的选民是支持用9·2共识为基础去跟两岸交流的。好，这是其你在民意上，你黄伟汉就已经站不住脚了，在台湾的主流民意上你就站不住脚了。第二个是9·2共识的意涵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很没有想到，一般的老百姓9·2共识这件事情确实蛮抽象我必须讲啦，10年前那个时候当洪秀柱选总统的时候，很多人搞不清楚但有些人是故意搞不清楚。那时候其实很多一些中南部的，甚至是他们不是专攻这种两岸的一些那种基层的民代议员什么，他们其实搞得懂9·2共识跟一中各表，还有一中同表，他们都搞得懂。一些人就是装糊涂，就说你这个一中同表就是急统红统所以不行，然后就出来抹洪秀柱，那些都是蓝的蓝的故意装不懂绿的那时候还没讲话，是蓝的在故意在抹红。那同样的，10年过后今天，尤其你黄伟汉，你自称说可以了解这个9·2共识一中各表，但是他又说9·2共识没有一中各表，9·2共识没有中华民国。那我请问你这2句话不就自己打自己了吗？你说你马英九政府那个时候你跑了8年，最懂9·2共识一中各表，然后现在你说9·2共识没有一中各表，你这句话去跟马英九说不管跟当年的马英九说还是现在的马英九说，这一定有问题。我这边先没有预设你对9·2共识有这些政治上的理解，先不预设这些背景知识，单纯就你从他自己讲的这些话里面，你就会发现他前后是自己打自己的。问题就出在黄伟汉，他先把一个中国只定义成中华人民共和国，那当然就没有中华民国。尤其是他刚放的那个影片，大家注意看到在第一段的影片发言的是谁？是中共外交部的
发言人。那以外交部的立场，他是对外国，他对外国来说，根据一个中国原则。中共官方的中国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他当下当然不能去承认中华民国，否则的话，我自己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然后我又去承认中华民国，那不就变成两个中国嘛，两个国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对外交部来说，一个中国原则，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。可是，在第二个片段中，那个是国台办的记者会，国台办的发言人是怎么说的？台湾没有什么总统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没有什么总统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主体是台湾没有总统，因为台湾是一个地区，所以台湾当然没有总统。可是国台办的发言人并没有去碰触中华民国这件事情，因为他是国台办嘛，国台办管的是两岸之间的。那我刚刚说了，不管在台湾，不管在大陆，大家的默契92共识就是两岸之间坐下来面对面的时候互不称国与国。黄伟汉他恶毒的地方就在于，他其实是先顺着老共一个中国只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可是他忽略了在两岸的场合，其实老共都是愿意把这件事情先搁置的。比如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见郑丽文主席的时候，或者说见之前的朱立伦、马英九、洪秀柱的时候，习近平也把国家主席的身份给收起来，他是用党的总书记头衔，中央总书记，简称总书记。对，这个中共是中国共产党，对，党的头衔不可以用国家的头衔，而且包含宋涛见郑丽文，平常用的是国台办，这个时候用的是中共中央，全部都是用党的职衔。所以，如果你说对老共来说，92共识没有中华民国，同时你要把另外一半事实还原出来，我们面对面谈的时候，我们这边我们不会去挑衅你讲中华民国，可是同样的，在现在我们面对面的92共识之中，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你觉得他有可能不懂吗？他有可能不懂吗？他自称跑总统府跑那么多年，他有可能不懂吗？他自称是马英九总统的好朋友，他有可能不懂吗？当然懂。可是他现在话讲得好硬哦，连续好几篇，刚刚那一篇，这篇也是嘛，他直接就出口就说92共识就是没有中华民国，就是消灭中华民国，这种话就故意的啊，完全充满了恶意。而且我觉得有个点是很糟糕，是他故意去把国台办跟外交部混在一起啊，对，剪接在一起是很糟糕。他常年做马英九记者联会的会长，他是最统两岸的，因为马英九是最爱聊两岸的人。你换个角度想嘛，今天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如果在一个国际记者会上说中华民国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两个中国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自己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，外交部嘛，然后他还在国际记者会上又说了啊，中华民国那是另外一个国家，那就变两个中国了，就违背他的官方身份啊。黄伟汉汉学是说中华民国主权独立，你都先预设你要华独了，然后你现在说人家说你是台独，华独当然是台独啊，对啊，他只是换了个名字嘛，借壳上市嘛，对啊，所以黄伟汉都懂，可他就是装糊涂哦，不止还装糊涂啊，装糊涂是这种被动的啊，就是说我装傻啊，你要怎么讲我不管，不是哦，他是主动的去扭曲造谣。政协会的两岸路线完成政协会之后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网红节目，将他的两岸路线讲得明明白白。一，中国对台湾好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想打台湾？这个网红就馆长啊。对。二，中国动武只是针对台独。三，两岸和平不难，讲92共识反对台独就可以，讲了也不会少快乐。我跟你讲，这3条。就是郑主席最厉害的，什么意思？用出来之后，如果没人去破的话，这3条真的会把民党锁死。明显是赖清德现在找不到方法，所以这次就被人家批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去故意导事？讲清楚两岸路线的态度，让民众做选择，这是我对政协会的唯一态度，让台湾人民做选择。未来台湾人民如果愿意支持多数的国民党政治，反之继续在野，这就是民主的真理。然而，身为国民，我完全不支持郑主席的主张。身为国民不同意，为什么？一，不是中国会不会想打台湾？问题是过去30年证明，中国时时刻刻都准备打台湾，你又不放弃台独，不是答案就出来了吗？只针对台独，如何接近台独，真打过来反台独者能精准错，台独者全部倒下，针对台独的领导者。第三，92共识容易被单纯解读为一个中国，忽略各表，本来就没各表。
各表是台湾方面的诠坚持释，对大陆方面的诠释是不表。当然不表不是一个正式的名词，但它实际的这就是没表嘛就是没表，就是不表，不跟你争，不搁置争议。对啦，就是搁这就不跟你吵了。对啊，进而让国际社会混淆两岸关系，误以为是内政关系。那难道是国与国关系吗？那就两国论喽。对，不然你宪法增效条文第11条跟前言去看一下好不好？邓主席公布他的两岸路线，台湾人民之后将会选择，也很可能我的意见才是台湾少数。党内极富影响力的大咖们如渔奖全部都晋升，社会将解读国民党社会两岸路线已由郑丽文定预准，若有意见要趁现在大声讲出来，现在说不，现在不说则将一起承担共损共荣。卢秀燕跟蒋万安现在的职衔是什么？都市长，台中市长跟台北市长。韩国瑜的身份是什么？立法院院长。你2个6都市长跟1个立法院院长，然后在那边解读两岸路线、定调两岸路线，或者支持或反对两岸路线，这跟自己的职责是恰当的啊。他这句话就是想要去挑拨说，你看哦，这几个卢瑜讲这几个大咖都没有去相挺郑丽文哦，没有相挺代表是决裂了哦，所以国民党内战了。那如果说你们都不讲话，哇，那国民党两岸路线就要被郑主席绑架啦，对不对？他最后一段就这样讲啊，郑丽文的两岸所谓的亲中路线是在绑架整个国民党。但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哦，这个我们每次讲到汉学都会提到，来大家回想一下，国民党无论是谁当党主席，请问国民党的两岸路线有改变过吗？国民党历经了这么多届的党主席，那当然你可以说什么，比如说，洪秀柱比较亲中，朱立伦比较亲美，什么这个帽子都随你扣，随便你贴标签。那无论是谁当党主席，从洪秀柱、朱立伦、马英九、吴敦义、江启臣到郑丽文，请问国民党的两岸路线有改变吗？没有改变啊，就是9·2共识啊。你卢秀燕有要反对9·2共识吗？没有啊，支持9·2共识啊。你韩国瑜支持9·2共识啊，蒋万安支持9·2共识啊，大家都支持9·2共识，不是吗？只要你身为国民党人、国民党的党员、国民党的主席、国民党的干部，你都支持9·2共识，是啊，你怎么能够说支持9·2共识这个两岸路线就是郑丽文在绑架整个国民党啊？你讲反了吧？9·2共识本来就是国民党路线，从来没有变过，从2008年以来没有变过，怎么会有所谓的社会解读国民党路线已由郑主席定为一尊啊？如果你们这些大咖有意见，就要趁现在大声讲出来，大声反对，否则就是你们历史工业，一起承担，一起死，就是想要去挑拨国民党的内战啦。他既然说他很懂马英九，那马英九的这个两岸导师是谁？舒淇啊，舒淇老师。韩国瑜的老师是谁？不也舒淇吗？是啊，都舒淇老师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怎么会觉得韩国瑜会反9·2？对啊，韩国瑜怎么会反9·2共识？我觉得很难理解啊！你这个堂堂汉学，你们有点基本水准好不好？对啊，怎么会做这种误判呢？不可思议耶！他想要塑造这几个人跟郑丽文对立。政协会的民调出来，两岸交流更胜军购军备对抗，54.8%的民众认同郑丽文主张增加沟通交流，争取互信互惠的路线，只有33.1%的民众支持执政党依赖美国军购走向战备与对抗的路线。两岸和平之旅必占先行。第三个，近60%满意郑丽文的领袖特质跟政治抗压能力，不同意的占了36%左右，就民进党的支持者嘛。大陆惠台让利或基层肯定63.7%的认为有能力就该争取和平哦。总体给了郑丽文的和平之旅的评价。平均分数给8.57分就10分制的话非常高啊，给0分大概在20%，给满分的也在20%，多数都是给的5分以上，所以整体的趋势看得出来是大家是肯定的嘛，因为这一次这个郑丽文强调就是和平之旅，没有人不要和平，还是回到军购跟和平两条路上。和平的这件事情是希望不要打仗，军购这件事情把自己武装起来，可是中间难道没有一些可以去协调的一个空间？目前我们的政府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跟大陆谈，因为大陆谈我们会吃亏，所以我们要武装自己，花非常非常多的钱，而且1毛都不可以少。那可是郑丽文就开启了另外一条路，我可以去谈嘛，谈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去建立一个和平，然后大家有一定的共识，而且这个共识很简单，就是8个字嘛，9·2共识反对台，8个字，然后可以换到一些和平。武器对美军购有没有必要？有必要啊。可是问题是说，我们可以有另外一条路去做一些折冲，或去做一些协调，而不是说只能把所有的武器，然后关闭了这个门，然后去跟对岸，然后进行后续的一些刺激。你这件事情，民进党政府
不是在为了两岸和平在做努力，他是在故意激起了一些个两岸上的对立，对台湾有没有利？对台湾绝对没有利。然后唯一有利的就是民进党政府的选票，很明显的一些操作。所以从国的这些议员来，他们有没有一些利益上的考虑，我不知道。至少在民进党方面，在军购上面的一些期待，第一个是对于美国老大哥的一些交代，第二个他们对于军购真的这么的想要过关吗？他为了他自己的2026跟2028自己的选票利益，所以做出一些政治操作，是为了台湾好还是为了民进党好？很明显只是在为民进党好。